在做了200多期访谈视频以后啊，蜜莉和团队积累了近1000余套的房源，跑遍了普吉岛的角角落落，也认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普吉岛的中介。接下来呢，蜜莉和团队将做一件对大家了解普吉岛的房产市场和在普吉岛买房有重大意义的一个事情，就是在接下来1年的时间里我们将对普吉岛的社区以及区域进行全面且整理的梳理。今天这期视频呢，我们将从普吉岛最顶级的社区，也是我们认为唯一一个不可复制的豪宅社区 Cape Residence 雅木这个社区开始给大家来介绍一下。雅木海角位于普吉岛东海岸中北部，是深入大海呈靴子形状的一个海角，三面环海。这个靴子的脚掌部分是 Headland 社区，同样也是顶级豪宅社区，规模比较小，只有8套别墅。这个靴子的脚后跟部分是 Calm Point 5星级酒店，也是普吉岛3大网红婚礼酒店之一。这个靴子的靴腿部分就是整个 Cape Residence 社区。这个社区的所有别墅以社区中间的主路为轴，依次排列在沿海两侧。这个社区虽然标号有35套别墅，实际上因为有几套是2个地块建1套房子，并且没有13和22这2个号，所以这个社区现在一共有27套别墅。在社区里原本是有一个教堂和网球场，这2个呢都属于业主个人所有。现在这位业主呢把这2个地方拆掉，计划建别墅。这2套建成以后，社区就会共有29套别墅，并且呢全部都是海景别墅。1号到10号别墅呢排列在整个靴子的南侧，除了8号、9号、10号这3套别墅是不临海的，其他的全都是1线临海别墅。这一排的别墅的海景呢是向西看，能够看到特别美丽的日落景观。看到的海景呢属于内海湾，虽然不是足够的开阔，但是由于对面是皇家码头、普吉岛东海岸的景观，夜晚会有星星点点的城市夜景，所以更有烟火气息。这一排的海边呢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沙滩，在涨潮的时候海水会非常的漂亮，在退潮以后呢裸露出大片的淤泥，会影响美观，但是退潮以后来赶海会带来丰厚的回报。11号到33号别墅呢排列在靴子的北侧，这一排的别墅全都是1线临海别墅。这一排别墅的海景是向东北看，能够看到很美的日出景观。这里看出去是攀崖湾的景色，不仅有奇峰怪石景观，部分别墅还能远眺一望无际的外海，还有的别墅呢正对纳卡岛，甚至都能看到岛上的白色沙滩。总之，这一排别墅的海景视野更加的开阔，海景更丰富更美观，并且这些临海别墅有一部分是带沙滩的。虽然沙滩是社区的公共区域，但是沙滩一般都和各家的庭院相连接，所以可以称之为拥有私家海滩。所以在这一排的别墅在售价上相同面积会比对面那一排价格更贵一些。在整个社区中间位置有一条非常漂亮的拱形绿荫道路，相连社区两侧。社区内所有的别墅都可以通过这里到达和共同享受这片社区的海滩。之所以称 Cape Residence 为普吉岛最顶级的社区，主要有3个理由。第一个是巨大，这27套别墅占地都非常的大。最小的一套28号别墅占地也达到3080平方，其中最大的一套21号别墅占地呢达到13752平方。第二是景观，社区目前的27套别墅中有23套别墅全都是超一线无遮挡的海景别墅，其中有14套拥有私家海滩入户，并且每套别墅都被郁郁葱葱的热带植物环绕。进入别墅以后，我们就像进入了一个世外桃源。第三是社区，在普吉岛也有其他的10几套非常好的1线临海豪宅，
但是它们都不在一个社区中。对于超级豪宅来说，最基础的就是社区管理和周边环境。以上3点以及 Cape Residence 巨大的占地面积和独特的地理位置，就决定了普吉岛不会再有类似规模的社区了。对于相似的社区，普吉岛还有另外一个顶级社区，就是 Trisara。但是 Trisara 呢是租赁产权，相对比，大家就会知道 Cape Residence 这个社区的稀缺性和唯一性。回到社区，这个社区的别墅呢，绝大部分米莉都已经参观过，也住过其中的几套，在米莉的视频中也给大家展示了有10几套。每一套别墅呢，我都写了描述，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我们了解。今天主要再次介绍其中的2套。我们先来看4号别墅。4号别墅呢是位于整个海角的南侧，那这里看出去的是内海湾的景色，能够看到城市的夜景。这里4号别墅的特点呢，它虽然是草坪连接大海，但是没有沙滩。那4号别墅的售价呢，大概是500万到600万美金。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侧24号别墅。24号别墅呢，就是在这个靴子的北侧，它是向东北方向看，这里看出去呢，海景呢更为开阔，能够看到日出景观。这里的别墅呢，就是带有沙滩的别墅，别墅的售价呢是从800万美金起。我们最后呢，再次总结一下这个社区的3个特点：一是巨大，2是景观，3是社区。以上的3点呢，就决定了 Cape Residence 这个社区的顶级稀缺、不可复制性，同时具有巨大的升值空间。如果大家对这个社区的房子感兴趣的话，可以继续关注我们。这期视频呢，我们就到这里，下期见。